乌军海空联合袭击克里米亚俄军基地，芬兰 FA-18和瑞典 JAS-39紧急升空，拦截2架俄军苏30。欧尔班球锤得锤，乌克兰切断俄罗斯卢克石油对匈牙利的石油供应。乌军摧毁俄火炮速度翻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下水近1年的海鲲号潜艇终于有了新进展。根据媒体报道，台湾自主研发的柴电潜艇海鲲号近期从台船船坞移出，转移到91号码头。2023年9月28日，海鲲号潜艇在海昌工厂进行了下水仪式。2024年2月27日，海鲲号从海昌工厂转移到海船船坞，进行泊港测试项目，并安装光电桅杆和电池等重要设备。特定设备上舰前需要在厂房进行测试，等上舰之后还需要进行测试，以便验证是否有问题。随后还将进行多种装备单机测试，包括主机引擎能否提供足够的动力，舰上系统能否顺利运作等。自此之后，海鲲号就一直停靠在船坞，再也没有消息传出。直到今年7月15日，媒体报道，海鲲号潜艇相关设备已经完成安装，7月14日开始注水加气，并于15日执行出坞程序。按照计划，海鲲号后续将进行泊港试验，启动螺旋桨，看来测试动力性能与舰内电力系统等。另外还会在91号码头测试装填鱼雷等项目。当以上测试完成之后，海鲲号就将依靠自身动力浮港，开启首次海试。根据台湾军方预测，最快将在今年9月份进行海鲲号潜艇的首次海试，同时还将进行海上鱼雷试射。等到了2025年，就可以顺利加入海军服役。作为台湾首艘自主研发的柴电潜艇，整体排水量2500至3000吨，采用 X 型尾舵和单耐压壳体构型，安装有6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配备大型共型宽孔径舷侧振声纳。主要武器包括 MK48 重型鱼雷、鱼叉潜射反舰导弹以及自航水雷等。舰体采用了从美国进口的 HLSA-80 特种钢材，使得海鲲号可以下潜到350米的深度。另外，美国向台湾出售了 AN/BYG-1 作战管理系统、声纳系统、鱼雷以及光电潜望镜等设备。英国同样出口了价值2亿美元的零件与技术。当然，日本、韩国以及荷兰的工程师还为海鲲号提供了技术支持。以上就是台湾潜艇海鲲号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火力军将全程关注海鲲号的最新资讯。从2022年8月开始，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爆炸声就没有断过。如今，乌军的针对打击更加强烈了。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7月18日，乌克兰安全局的空中无人机与乌克兰海军无人艇展开合作，成功袭击了克里米亚多努兹拉夫湖附近的俄海岸警卫队基地。据悉，此次袭击，乌军无人机击中并瘫痪了俄军指挥部，其他包括控制哨、弹药和设备仓库、变电站、技术设施以及俄军射击阵地在内的设施也均遭到破坏。有知情者透露称，当天稍早一些时候，俄军正试图在多兹拉夫湖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结果现在由于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而失败。如今的俄军连自己的基地都无法保护，更别说保护其所在水域的安全了。乌克兰安全局也再次对外宣称，克里米亚正在变成俄军的陷阱。此外，7月18日当天，塞瓦斯托波尔也发生了爆炸。据克里米亚之风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米哈伊洛·拉兹沃扎耶夫的电报叙述，来袭的可能是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事后，俄国防部报道称，俄军在17日晚至18日凌晨，在克里米亚上空拦截了33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0艘驶向克里米亚半岛的无人艇。不得不说，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简直太牛了，不仅把俄黑海舰队赶出了克里米亚，还将让俄军失去更多的海域控制权。几乎没有什么军舰的乌克兰海军正凭借无人机和无人艇击溃原本强大的俄罗斯海军。
先来看看克林基最新情况。据乌克兰基辅邮报17日报道，乌克兰士兵已经从第聂伯河左岸克林基桥头堡撤离，转进到其他定居点。不过，乌军发言人德米特罗·利霍维18日在电视上证实说，乌军仍会继续坚守第聂伯河左岸的阵地和桥头堡，继续在第聂伯河左岸执行战斗任务，包括克林基地区。但他也承认克林基村已完全被摧毁，几乎不可能自卫。整个克林基战斗持续了8个月。起初，克林基定居点是可以守卫并以此扩大战果的，但情况赶不上变化。乌军进入长达6个月的美国援助中断期，导致该地战斗变成了长达8个月的吸引火力作战，而前往克林基的乌军士兵就此也踏上了一条单行道。据统计，自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底，在克林基防御行动中，有1050名乌军士兵阵亡或失踪，受伤未知。仅有262名乌军士兵阵亡后被妥善安葬。在长达270天的战斗中，平均每天乌军要损失5人左右。克林基之战虽然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但彰显乌军韧性，不仅将整个俄军第聂伯河集团牢牢牵制，还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俄军向克林基发起长达数月的人海冲锋，其损失更大。在其他战线，据乌军总参谋部18日深夜发布的战报称，截至7月18日22点，俄乌双方已发生107起战斗冲突，其中托列茨克和恰索夫亚尔战线变化最为明显。在托列茨克前线，俄军继续在纽约村方向猛攻，在控制了定居点的西南部后，逐渐扩大了对克里沃托列茨河后苏维埃街附近东部地区的控制。乌军在该地区的方向已逐渐转移到本分场，并成功击退了俄军在谢维尔内、托列茨克和纽约附近的16次进攻。在恰索夫亚尔，俄军占领了卡利尼夫卡村东部，目前正从此地北翼和东侧向运河边上推进，届时俄军将与恰索夫亚尔隔河相望。好消息是，在恰索夫亚尔以南，过去24小时里，乌军持续向奥扎里亚尼夫卡西南部推进，并小有斩获。这个区域非常重要，因为它既可以确保恰索夫亚尔南部侧翼安全，也可巩固托列茨克北部侧翼的防守力量。此外，18日战斗中，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当天，俄军总共发起了22次进攻，截止报告，仍有7次战斗正在进行。据初步信息显示，在这里，乌军今天已经消灭了这个方向的200多名俄军，摧毁3辆装甲战车、3套火炮系统以及8辆汽车。另外有2门火炮、1辆坦克和6辆汽车受到严重损坏。哈尔科夫前线，乌军正试图从西南方向包围沃夫昌斯克南部地区的全部俄军。无论乌军是否成功，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乌军18日发布了亚速旅的战士成功闯入俄军阵地的视频，彰显了乌军的英勇。此外，据美国《星条旗报》17日报道，位于德国的北约联合空战中心15日侦测到2架俄军苏30战机从加里宁格勒起飞，在飞越波罗的海时，由于未遵守空中管制规范，遭到了来自芬兰 FA-18与瑞典 JAS-39战机的紧急升空拦截。本次行动凸显这2个北约新成员正积极参与集体防御与空中警戒任务，将携手捍卫波罗的海与北约整体安全。至于对俄本土的打击，7月18日，俄国防部报告称，在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地区上空拦截了2架无人机，其州长亚历山大·波格马兹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另外 ，X 平台用户还披露称，俄罗斯唯一生产自行榴弹炮的乌拉尔运输机械厂由于不明原因起火。这已不是第一次，今年4月份就曾发生过一次火灾，当时火势蔓延面积达到了4000平方米。俄国境内接二连三发生事件，足以说明其国防领域出了问题。此外，在乌克兰持续袭击下，俄基础设施损毁也十分严重。俄罗斯已经开始出现电力短缺，但普京却不愿意承认现实，而是将电力短缺归咎于了加密货币挖矿，称是无节制挖矿导致的能源消耗，才造成了多个地区面临电力短缺。他提出需要俄罗斯联邦立法来规范挖矿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欧尔班求锤得锤。7月17日，欧洲议会以多数票通过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决议，同时谴责了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的和平行动。乌克兰更是直接禁止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通过德鲁日巴管道运输，切断了卢克石油对匈牙利的石油供应。乌克兰此举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欧洲来说，大多数国家乐见其成，但匈牙利却傻眼。若长期禁止下去，匈牙利经济必将遭受重创。毕竟，俄罗斯供应的原油占匈牙利摩勒公司全部原油供应量的2/3。目前，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在证实匈牙利摩勒公司无法接受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的石油后，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此外，更重要的是，7月18日，乌克兰还表示不会与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签署过境协议。这意味着从2024年12月31日起，通过陆地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将全部被切断。欧洲目前使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几个国家将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据福布斯7月17日报道，乌军摧毁俄军火炮的速度正在大幅增加。火炮是俄军作战的核心。据英国智库 Rose 2023年的报告显示，无论是远距离作战还是近距离作战，俄军基本全靠火炮平推，承担了差不多80%的伤害输出。在俄乌战场上，乌军的火炮数量和弹量都处于劣势。今年4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上将还告诉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俄军每发射5发炮弹，乌军才能发射1发。但现在福布斯却说，乌军摧毁俄军火炮的速度正在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火力军分析认为，其原因无非2点：其一，俄军自身出了问题；其二，乌军获得了新的远程打击能力，可以精准打击俄军火炮。从俄军自身出发，俄军受老式火炮的拖累。据 Rus 今年2月的报道，俄军在战场上部署了近5000门火炮，其中约1000门是履带式自走炮，其余皆为旧式牵引炮，大多数为苏联时期的装备。此外，据一位一直评估俄罗斯剩余装备的开源情报分析师表示，俄军最近已经开始从储存库中向前线转移1950年代的 M46 130毫米火炮，以适应从伊朗、朝鲜得到的弹药。而伊朗、朝鲜弹药的质量大家有目共睹，多次炸膛，不知消灭了多少俄军。而且俄军开始向前线转移老式火炮，也表明俄军前线远程火炮数量已经不足，乌军也更容易将其摧毁。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每日俄军装备损失统计显示，近几个月来，俄军火炮损失数字大幅上升。2024年5月的1160门是1年前的2倍，6月摧毁的总数为1460门，7月前15天已达769门，显然本月数字可能更高。从乌军角度出发，乌军除了海马斯火箭外，获得的新远程打击能力大概率要落在无人机身上。其一，从数量上讲，7月18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苏哈列夫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增加对军队的无人机供应，并且在数量上已经领先于俄罗斯。仅今年2个季度所交付的无人机数量就比去年全年增加了6倍。其2024年目标是生产至少100万架无人机。其二是无人机类型，根据苏哈列夫斯基的说法，乌克兰有超过16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现在正在战场上进行测试和使用。其中，乌军部署的乌克兰长钉无人机便是摧毁俄军炮兵的能手。据悉，这是一种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射程可达39至58公里以上。如果乌克兰能大量生产这类武器，便能加速摧毁俄军火炮。若是能在今年年底前让俄军难以维持前线的火炮力量，届时俄军的进攻和防御能力都将受到严重研制。况且乌克兰还在大力发展 AI 无人机系统。在俄罗斯全面入侵期间，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也彻底改变了这场战争。对于寡不敌众的乌克兰军队来说，无人机一直是打击俄军军事和基础目标的关键武器之一。其中有部分乌克兰初创企业，如 Swarman 正在开发能协助操作庞大无人机队的 AI 系统。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 AI 无人机的发展包括视觉系统辅助，即可进行识别目标、靠近敌人进行导航、位置标示等。而更复杂的进阶发展，则会让乌军无人机彼此连接成为无人机群，进行更高效的自主规划、自主分配的集群作战。
路透社援引该公司执行长库普里连科的话称，士兵很难胜任同时执行数量5架以上的无人机管理工作，而 AI 软件却可以。他称，乌军士兵只需要简单操作，便能通过其开发的 AI 无人机系统一次处理执行数百架无人机的任务。基于此，乌克兰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武装部队部门，专门负责改善无人机操作，且乌克兰曾于6月11日正式对外展示过其无人机系统部队。由此可见，俄乌战争俨然进入全新领域，而不断进步的乌克兰将获得胜利。据中时新闻网7月17日报道，以色列空军最后一架 F-16C 于昨日正式退役了。该战机属于 F-16闪电1专案的产物，它专为以色列空军的需求而设计。闪电1配备有先进的电子战系统、雷达警告接收器以及数位飞行控制系统，即便在执行高机动任务时，也能够保持极高的稳定性。同时，先进的任务电脑能够整合各种传感器和系统的数据，为飞行员提供全面的态势感知。以色列空军表示，其最巅峰时期曾拥有81架 F-16C， 尽管 F-16ABC 现在已经退役了，但是仍然运营着47架 F-16D 教练机以及97架 F-16I， 以确保现有空军的作战能力。据自由时报7月17日报道，在2024环太平洋演习中，澳大利亚空军驾驶 P-8反潜巡逻机在模拟截获敌对潜艇的过程中，投放了4枚练习鱼雷，后续将会以实弹击沉4万吨的塔拉瓦号2栖登陆舰。据美军消息，此次澳大利亚空军装备的实弹是 Mk54 轻型鱼雷。Mk54 是美军所开发的最新式反潜轻型鱼雷，长 2.71 米，整重 275.7 公斤，弹头携带43.9公斤高爆炸药，能够由反潜直升机、海上巡逻机、鱼雷发射管等多种载台发射，还能够改装成 RUM-139 垂直发射的反潜导弹。Mk54 整合了 Mk46、Mk48、Mk50 的硬件和软件功能，同时集成了 TG6000 IMU 制导技术，并安装有声学追寻系统。同时还配备有处理算法，在反潜站可以不受水深、声学环境的限制，能够准确跟踪、判断和攻击水下目标。在动力方面， Mk54 由往复式外燃发动机提供动力，可燃烧 Otto 液体燃料，巡航时速可达每小时74公里。Mk54 优秀的性能深受各国海军的喜爱，目前已经有多国海军开始陆续换装 Mk54。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克兰摧毁俄军火炮速度翻倍的事情原因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